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超跌反弹后，来到了重要压力位附近。如果上周你抄底成功了，那么现在开始要小心咯。阿哲认为，现阶段准备获利兑现将是比考虑加仓更加正确的选择。特斯拉在趋势上还不算真正的下跌反转，那么未来右侧该怎么上仓位、扣位？短线上涨之后，何时需要卖出获利兑现？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91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一下最为关键的目前纳指的市场观察，市场目前的方向如何去看待。阿哲还是会讲一下有关于指数背离当下给到我们的提醒。当然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背离技术您已经很清楚了，那么可以跳过这一部分。如果是新同学，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有效的技术分析的技巧，一定要把它学会。那么同时我们会讲到日内变盘点和日线的趋势分析，而后我们再来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阿哲会分别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SOXL、Circle、OKO、PLTR、Coin、美光以及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来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的提醒，这视频当中第2和第3部分有很多的个股标的要去解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些。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需要去观看，或者说有兴趣呢去了解，所以阿哲也把每一只标的的内容分了时间轴，分了段落，您点击对应的段落可以快速的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大家可千万不要跳过，它会比个股解析更重要10000倍，因为指数方向会很大情况下影响到你个股买卖的一个成功率。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有关于指数的背离。那么什么叫做指数的背离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图表，也是阿哲呢我们近期不管是直播当中还是视频当中都反复提及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图表呢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方呢是标普500指数。那么两个图表的指数，它其实你会发现它们的高低点大部分情况下是同一个时间所去见到的啊，因为本身就是关键性的指数，所以同步性呢是很高的。但有时候它们会有不同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它产生背离的时候。比如近期你会经常发现，就标普的上涨其实是不断的有新高的，但是纳斯达克呢，它一直以来它的高点就还是在上一年的10月份前后啊出现的那一个高点，一直没有新高。这本身就是两个市场当中的背离现象。那么这又是在同一个市场之下两个重要指数的背离动作。当标普上涨能够打破左侧10月份的高点的时候，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却无法去创出新高，这就是一次顶背离。而顶背离每次发生，就说明市场将容易出现调整，除非背离被修复。所以这一次一次标普创新高而纳指不创新高的行情，就预示了一次一次的顶背离。而每一次阿哲基本是不是都提醒到了，那么市场顶背离小心风险，那么每一次的风险你会发现在变强，下跌力度在加大。那么在上周为什么在下跌时提醒机会呢？因为下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另外的背离现象，叫底背离。因为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把左侧这根阴线的低点给击穿了，而你会发现标普是没有跌破这个低点的，所以两指数又产生了背离。这种背离技术呢，比大家所学的指标背离或者说量价背离要更加的实用，并且高概率。所以在底背离的时候产生的方向性就容易反弹向上，顶背离时容易呢调整向下。所以这一次的上涨是由底背离引发。那么在这种底背离在进行上涨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标普再次站上了之前上一年10月份的高点之上，而纳斯达克指数呢离之前的高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说明又出现了顶背离的结构。在顶背离的形成当中呢，它就会预示着只要上涨，那么纳指只要不保持背离，在这个前进过程当中就意味着后市还是会有一次像前期的这种下跌将要出现，那么这大概率又是一个高点形成的过程。所以当下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观点，就只要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涨没有去创出左边这个高点，那么它的上涨越靠近，那么风险会越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在上涨时所遇到的压力位附近的受阻状况。
所以我们当下呢就有一个明白了，就是只要纳指不新高，那么后续的每一次上涨，那么你最好是以反弹来去对待。在我们接下来第3部分日线趋势分析时，会告诉大家它的重要共振的压力位在哪里。那么在那个压力位附近，如果产生了滞涨现象，结合目前的底背离后的上涨，预示的顶背离后的调整将要发生，那么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本次反弹的结束点，也是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去随便加仓的原因，因为它是个顶背离的过程。也就是说，一旦顶背离确认，那么市场将再发生调整，那个时候你一买就类似于买在前期的这3个高点上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第2部分，就是从日内来看。刚才呢讲的是一个风险的预知，就是顶背离它不一定立马下跌，让你知道它已经到了一个风险的区间之内，而后你要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判定它是否会走弱。第3部分我们讲日线可能级别更大一点，而现在我们讲一下日内可能会更快一些。阿哲呢在每天盘前都会去公布一些日内的变盘点位，那么这些变盘点呢在实战当中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同时在多空的强弱上也能够给我们一些方向的一个参考。最近我们在2月6号盘前和2月9号盘前时，您只要是订阅粉的同学应该都看到了这4个时间，它分别就是我们这2个交易日的变盘时间了。每天呢会有2个变盘点。2月6号第1个变盘是一个低点，第2个变盘是一个高点后的回落，那么第3个变盘又是一个低点后的启动，而在第4个变盘时是我们昨天2点15分，那么也是一个低位的上涨行情。所以每个变盘点容易在某一个高点和低点中产生，而后给到我们一些提醒。那么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要提醒一下，这是一个香港时间大家如果不在阿哲同一个时区的话呢，您需要换算一下这个时间。比如说美东时间那么当时这里应该就是9点45分，而后这个变盘时间呢是用在15分钟的图表当中去体现了。那么今天的第1个变盘点是阿哲这边11点的时候，也就是说是美东时间开盘之后的10点整。那么那个时间将是今天之内的第1个变盘点。好，那么那个变盘点大家要注意它的一个表现了。那么什么情况下意味着市场可能多方走弱呢？你要关注的是当出现高点变盘时，它的一个下跌的力度，就是当到了高点时间，它要发生调整了，调的力度是强还是弱？到了低点时间后，它要上涨了，那么涨的时候是强还是弱？亦或者是到了低点变盘，它还是在下跌？好，这些都是多空强弱的一种隐藏的提醒。那么你会看到现在的低点变盘是吧？低点变盘市场快速的当边上涨，高点变盘呢就略微的调整，跟之前出现高点变盘之后快速的下跌是不是不一样了？所以当出现市场是多方强势时，它的低点变盘将会很容易创出左边的高点，而后它的高点变盘一般不会打破之前的低点，并且很多时候是微调整，那么这种就是很强势的上升趋势。而如果你发现某一个高点变盘它是快速的当边下跌，而低点变盘是缓慢的上涨反弹，这就说明它是一个空方强势的下跌趋势。那么当前的日内格局来看，就还是一个强势的上升行情。那你要关注每天变盘点后它的下跌力度和上涨力度。比如说今天11点的时候，它如果是一个上涨的高点变盘，而后你要看一下它的下跌力度强不强。如果直接把之前的低点给击穿，那么这就说明它的空方开始变强。而如果11点是下跌中产生，是一个低点变盘，看一下它的上涨能不能创左高，它的上涨强不强。如果这个上涨变弱了，它只是个微微的反弹就继续下跌，那么就说明多方走弱，空方变强，结合目前的顶背离的现象，那么在短线上日内你就应该形成一次高抛的机会。那么今天的变盘点呢，总共有3个。那么阿哲呢，在今天录完视频之后会去写盘前广播。那么在美股开盘之前，阿哲呢会公布到我们的一个内部。那么在今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呢会公布给助教，那么助教呢会发送给各位。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背离技术的一个分析，以及呢对于日内变盘点位的一个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一个呢是预警风险，另外一个是日内观察多空之间的变化和高低点的变盘。那么听到这里如果对您有所帮助，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可以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可以点一个赞。那么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照常在我们的评论区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如果对您也有帮助，那么阿哲也同样希望大家除了点赞订阅之外，也可以点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
在点击订阅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只要是已订阅了，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您只要把全部铃铛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在更新之后，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同时，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您点了订阅就可以点一下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在卡片当中会有朱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如果需要今天以及后续的美股盘前广播以及日内的变盘时间点，那么都可以跟朱教老师去说一下，说您是刚订阅阿哲同学，希望未来的一段时间可以领取到美股的盘前广播信息，那么朱教老师就会在后续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了。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我们要讲一下日线的趋势分析。如果您是偏右侧投资者，想要更加及时或更加稳健的卖在一些明确的高点，而不希望去左侧高抛，因为怕左侧的高抛可能卖到一个相对的中途，可能会踏空一些行情。那相对来讲，想要保守去卖出的同学，那么日线的一个分析可能会更加适合大家。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图表当中有一个指标模板，是阿哲在平时做个股交易、个股分析时都会去用到的，叫山海趋势图。它是专门用来分析趋势和找买卖点的。那么同样的，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都可以去找到助教去体验这个指标的使用。我们之前有在反弹初期就说过，市场的一个上涨，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就说明当下在日线上是一个下跌波段。那么下跌波段它的黄色飘带将是一个压力，市场的超跌反弹一般针对的就是这个黄色的一个飘带。所以当你发现市场是一个黄色飘带时，就说明它这里是个压力。那么股价下跌反弹时，一般第一次反弹压力是最为明显的，然后出现下跌是很正常的。那只有把这个黄色飘带给击穿，股价变成紫色飘带，才说明市场的一个格局会有所改变，空方不再占优。那么现在你会看到市场昨天是不是冲高，但是碰到飘带后出现回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压力位的确认，在左侧上说明这个地方日内已经有一点点走弱了。那么作为右侧投资者，对于这个飘带的一个识别，我们一般是需要收一根阴线。比如说今天冲高回落还是不能站上飘带下沿，而收一根阴线回落，回落力度可能还比较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右侧的一个卖点。那假如今天还在上涨，那收盘价还能站回到飘带之内，那么从日线角度就还没有到卖出的时刻，对于右侧投资者就还可以继续持股待涨，等待飘带附近收确认的滞涨信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飘带的上下沿将是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左上角这个游龙服务线的数值 23,311.13 和 23,468.98 这两个数据就是我们这个飘带的上沿和下沿，将是股价反弹时首当其冲正常反弹的一个空间。而只要是黄色飘带下方股价还没能够去强势突破，它都只能够算反弹。所以在领取了上海趋势图之后，您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目前是一个紫色带还是黄色带。黄色带如果上涨，那么这个地方一般是重要的压力。同样这里还有一个共振点是 23,400， 所以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密集的压力区，股价反弹2天时间已经到了密集压力区附近，如果这里收跌收滞涨 K 线，那么就是右侧开始的卖出点。我们需要预防的是一种空方持续走强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肯定看到的上一年的年初这个2月到4月份的区间之中，你会发现一旦空方的市场维持强势了，它一般来讲任何的上涨在黄色带之下都只能看反弹。那么只要它是反弹，那么一般在飘带附近只要开始走弱了走下跌了，就是一些卖出信号甚至是做空信号。下跌反弹黄色飘带，左侧就小心了，右侧你等阴线有时候可能会偏晚，所以一般是左右侧最好结合，就碰飘带有滞涨，一般日内可以去高抛一些，出现实际的阴线了，它不一定每次都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还是给你机会卖的，右侧也可以去卖出了。所以价格只要碰飘带收阴线碰飘带收阴线，就说明这些位置都是应该高抛的地方。唯有市场可能某一次2次回踩不创新低能够去突破飘带，回踩不破，那这种情况下才说明趋势将容易有反转，否则只要保持黄色飘带就大概率是一个风险，这也是我们目前要去小心的。如果黄色飘带维持下跌，那么每次反弹到黄飘带附近都是一些风险点。而我们也可以看到15分钟的日内走势，在日内它出现了龙门线的一个突破，说明它当下是对一个中长期下跌趋势的一个强势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正常一般是需要有一个回踩行为的，
在昨天日内尾盘的时候，你会发现趋势呢走的有点偏弱了。如果是上升趋势，它应该对于这个紫色飘带是有支撑的，价格回踩是不能去跌破，而后会很容易出现新高行情的。那么低点一般也会抬高的。那么昨天尾盘出现了股价回调，也有止跌，也有上涨，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它不能新高了，而价格开始呢有点要往左低去破的感觉。所以只要趋势行情开始不创新高，反创左低，那么这就是一个走弱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地方后续只要反弹不创左高，下跌创左低，趋势就开始慢慢的往下去延伸。那么它只要后续再重新跌破龙门线，反弹不过15分钟龙门线，是不是趋势也就反转？那么就认为这一波反弹也就是针对龙门线的一个反弹，那么只是一个中期日内的反弹。那么目前的龙门线的价位是在23120.4，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回踩不破，股价再次新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趋势还会往上推进，目标呢还没到。只要它往下破龙门线反抽不站上，那么这里就是开始证明它的一个反弹到此结束的概率是极大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指数背离、日内变盘点和日线趋势的分析。相信现在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判断。当下呢就是一个反弹，那么关键压力不过之前，那么我们依旧认为它是反弹的概率要大于反转的概率，新高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在顶背离不修复之前，市场还有继续向下的一个可能性，甚至呢是彻底的方向转为向下。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切记小心，最多是短线看多。那么在讲解个股之前，那么阿哲再次提醒，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不要忘记，那么阿哲呢对于新订阅的同学会有3重的福利。第一个就刚才所讲到的上海趋势图，以及呢第二个我们的美股盘前广播，还有第3个福利是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些内部的进阶课程，一些知识的直播内容。当然因为目前呢临近我们春节，所以这个第3部分的知识点这个直播课程，我们会在春节之后去进行一个开始。那么当下呢，在内部主要是以回放的方式在进行学习。同样的，也因为临近春节，所以我们的一个粉丝福利呢有所变化。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开始说的上海趋势图，正常是每个同学大概是1周的体验权限。那么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啊，一直呢都是比较强调学后练，在实战知行合一的。您只要在春节期间依旧保持学习啊，热爱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还有美股的一个行情走势的关注，那么只要每天呢进行一个每日的学习安排，能够进行口令和作业的提交和完成，那么上海趋势图在2月9号和2月22号这2周时间，您都可以免费的使用和体验。那么每周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作业啊和口令，那么您只要联系了助教老师，而后啊每天认真学习，那么提交好每天的一个每节课程的作业啊和对应的口令，那么这一个上海趋势图您就可以一直使用到2月22号。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同学，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啊点击之后找到助教，那么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个春节加油站的活动。您同样也可以在我们底下评论区，在置顶评论当中有阿哲所发的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对应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2部分，有关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呢，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是出现了连续的一个破位，下跌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但整体来讲，它从中期的角度，其实还是一个相对一个无效的新高啊，就是假突破之后的回落。回落时呢，虽然力度很强，但是大的结构其实还是保持一个震荡。是吧？震荡区间的一个上沿做了一个假突破，而股价回落到目前震荡区间的一个下沿，出现了一个反抽行为。那么反抽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确认它这一波上涨跟之前一样是反弹，还是说它这里能够出现反转现象。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将是一个在中枢下沿、震荡下沿往上、震荡上沿去运行的过程。那么这个空间其实是不小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波空间其实也是不小的，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由箱体下沿到箱体上沿的运动，也是一个可观的利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从趋势角度上，什么情况下可以界定它已经出现反转呢？目前呢，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特斯拉除了是来到了一个箱体的下沿有支撑之外，
它是不是也来到了龙门线附近？那么上海趋势图当中的龙门线是一个中长线的支撑，股价一般如果是中期上涨行情当中出现了中期调整，也就是目标调到我们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的龙门线附近，也就差不多属于调整空间有限了。所以当下特斯拉呢是属于相对比较多重支撑位附近，中期支撑有效产生了一个上涨，但这个上涨的力度当下还不是很充足，它还是处于一个黄色飘带当中。那只要是黄色飘带，我们之前在每一次上涨时都说过，黄色飘带其实你就要小心，还是一个右侧的反弹行为。所以当下就还是一个右侧的反弹行为，是我们所说的趋势上的一个定义。好，我们知道这里有支撑，但是右侧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得要过去，我们得要打破它，它才会进一步的去扩大它的上涨空间到左高附近。如果这一个压力都无法去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它可以走震荡三角收敛，再选的方向也是可以的，但它可能就会走弱，会走震荡。而假如它这一次保持同样的下跌破位，还是在低点降低、高点降低，那么甚至把龙门线给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比较危险了。它的中期底部的判定到这一步，可能就会大幅的降低，它就处于一个中期甚至中长期下跌的开始。所以关注一下龙门线的一个支撑，最好不要有效跌破，是393.867附近。而我们的黄色飘带的上沿435.284，下沿是423.024。我们需要的是价格得要往上突破站上去之后回踩不跌破飘带最好转为紫色带，那么市场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要特别小心在黄色带附近出现的滞涨行为、下跌行为，一旦出现，就说明这个地方右侧还是有一定的空方的支持，而多头当下从中短线来看，就依旧是一个多头的反弹，相对的不强。所以右侧来讲，仓位呢目前是很难去上到太多因为它的买点并不好。我们的右侧交易尽可能寻找的是紫色带附近出现的回调，去加仓买点。如果是黄色飘带的话呢，每次就只能做一个反弹。只能说看反弹，只有某一次反弹特别强劲回踩时变成紫飘带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回调的支撑买点是比较好的。否则如果保持黄色飘带，那么很多时候呢就只能说看个反弹现在就是一样的，就只要是黄色飘带，就只能说看一个反弹线。因为特斯拉呢刚好底下也有一个支撑点，就看是中期以上的支撑有效，还是中短期的压力更有效所以当下来看，我们得要突破才能去关注右侧的一个买点，不然在这之下只能说认为支撑更有效，所以左侧去买入去加仓，但仓位也很难说一次性放太多，所以一步一步我们还是要去继续跟踪，后续我们还是会看一下飘带的表现。当然了，因为下周可能春节期间我们的公开视频会暂时呢停更1周，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还是跟朱老师领取一下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体验时间如果是财生同学，按此去关注就行。如果您是非财生同学而又关注特斯拉的，那么记得领取体验时间，然后在下周呢可以自己好好跟踪一下这附近是否有走弱现象，还是说它确实本次能够突破成功。以上呢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亚马逊。那么亚马逊呢产生了一个财报后的下跌，目前是进入到了白玉 K 线。白玉 K 线呢是上海趋势图当中另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跟蓝色 K 线呢是相单的，但蓝色 K 线代表是趋势向好时的一个短线的回调点位。一般到蓝 K 附近如果有支撑点的话，它只要蓝 K 消失有仿包行为就能够看涨。而这一次呢它不一样了，之前蓝 K 其实就出现了止跌仿包就看涨，这一次它蓝 K 之后不能止跌，进入到了一个白色 K 线，这就说明它更进一步进入到一个超跌的状态。蓝 K 属于短线超跌，白 K 呢就属于波段以上的中期以上的超跌行为。所以一旦出现白色 K 线，就说明趋势已经破外，但是破外之后容易有绝处逢生、超跌反弹的迹象。所以白 K 产生的时候，一般这种反弹的概率呢会比较大。所以像之前在趋势弱势时才会容易有白 K， 而白 K 产生的位置只要出现仿包了，一般就说明这些位置容易出现反弹。是吧？只要出现白 K 了，然后有反包行为了，一般说明这种位置就容易是一个超跌反弹。很多时候一些大底的位置白 K。那么当下呢，就是亚马逊有白 K， 但是还没有反包，没有突破，所以只能定义为反弹还比较弱，不能说构成抄底行为。所以有时候白 K 可能会停顿，然后继续下跌，所以一定要等一个反包，确认一下反弹的力度才可以。当下呢，就关注一下最新白 K 高点212.81。反包而后才看反弹，目标位可以先看缺口回补，而后再看这个龙门线227.646作为目标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
英伟达呢，在近期2根长阳线之后，快速的超跌反弹，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压力位附近，是吧？之前我们所讲到的颈线位。那么这个颈线位当下呢，还是产生一个压力的提醒，每次到这附近都无法有效站上，都有压力，而后回落时都产生了一个下跌。所以每次到这附近，如果你是做短线超跌反弹，其实英伟达走到这已经构成一些卖点，因为压力位附近出现长的一个冲高回落啊，这种行为其实就不太好了，有点危险了。之前的这种高点附近是吧，都有影线产生，现在又有一个影线，所以英伟达到了这里，短线其实直接左侧高抛是没问题的。右侧呢，你可以等待出现滞涨阴线收阴回落啊，再去卖也是可以的。而后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表现，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飘带依旧呢是个黄色带，黄色带就先看反弹，唯有黄色带突破之后的回踩能够站稳飘带，才能够去考虑是否要做多。所以这一次穿过了黄色带，说明反弹强势，但是回调时呢跌穿了紫色带，说明这里呢依旧还是空方为主。所以现在穿过黄色带，得要回调不破黄色带，转紫色带，而后再去看涨。所以当下我们要关注一下飘带的一个空间。是 184.564 和 185.832， 股价回调不跌破再启动，那么突破左边的区间，这里才能够说明它是一个启动行情，左侧大阴就被消化了，那么下一步才能够打开空间看向左高啊。如果连这个影线区间啊，确实每次都还是走弱，那么这个地方连大阴线都过不去的话，它这里就是一个风险了，所以要小心啊。黄色带先看反弹，无法站稳跌落，那么反而是再次下跌的可能更大，而比上涨的机会更大。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次标的是谷歌。那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谷歌的一个图表。那谷歌在本次的反弹当中，很明显表现是比较弱的，因为它的下跌当中，虽然指数超跌反弹，而且很强势，但谷歌呢，它很明显是一个晕线，是个停顿。在指数强势的短线上涨时，很多股票呢也强力的反弹了10%几20%，但是谷歌它还是保持一个收敛的状态，没有选择方向，所以它只是借此停顿了一下。所以可以看出资金上呢，短线是比较不青睐的，比较弱的。而飘带有往下的动作，目前没有转黄色啊，所以它当下呢还是可以算作一个中短线的趋势是上涨的，看涨的。只是从短线资金表现，它已经是偏弱的，在近期的这种反弹过程当中，所以要小心飘带呢变成压力。这个运线只要不往上破，那么这个止跌呢就只是一个停顿，那么后续还会容易下跌。所以关注一下飘带上沿，它的压力是330.588，同时也要关注这根阴线。同时也要关注这根阳线最高价332.644，它要过，不过这个止跌就只是暂时的，后续还容易下跌。所以谷歌呢，目前先看看，不太建议呢在这里再去做一些什么更长时间的一些布局了。这个地方应该是中长线以上的一些减仓的区间，而不是再次加仓的时间。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下一个个股呢是甲骨文。甲骨文昨天呢出现一个强势上涨，而后运线上破，白 K 突破，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说短线是一个买点。但它的一个买入 K 线呢，直接就是大涨的，所以它的空间直接被透支很多了。我们是不是刚才也说过，黄色飘带的反弹空间正常就是黄色带附近？那么它一口气直接就走了大半，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买的话，其实就偏追高的嫌疑。哪怕它这里还能够涨，它已经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买点了。就反弹一开始就买的成本偏高，那么它对于人的考验，短线上会比较大。所以每一次反弹时，如果它能够给到好买点，我们可以看一个对于飘带的反弹，是吧？好一点的可能会突破飘带，但是只要它是黄色飘带，那么就注意了，你的仓位不能放太多，而后它依旧只能先看反弹。那么当下就关注一个压力位163.593，如果它连这个地方都过不去，说明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反弹，后续依旧是看跌的，这个运线就只能看反弹。那有同学说，那这里的白色的 K 线它不能够看个反转吗？白 K 后突破大概率是反弹。那反转的概率呢是比较小的，除非它有某一次能够反弹站上飘带，飘带呢这个地方能够走平，是吧？后续的回落不跌破，那么它才有机会去爬升，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的龙门线是否能突破，否则目前就是中长线向下，中短线也向下，整体你只能先看反弹，不能一口气呢看个反转，那样的话成功率会低很多。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其实也是超跌反弹的个股，目前接近了一个黄色飘带啊，所以压力位一样的144.288。那么只要您手中的股票呢是一个黄飘带，甚至呢是这种龙门线呢向下，相对长时间的向下，那么我们只能说去期望它能够去突破飘带站稳，而后去推进
往上去看一个对于龙门线的一个超跌反弹空间就特别有用啊。这个时候你就看它的空间比较大，你就可以做中短线的一个波段趋势去推进7以上的反弹空间，这是可以的。那个时候你可以做右侧加仓。但如果你只看到空间很大，但是你没有看到它的一个飘带目前都没过，那这种情况下就只能说先看反弹。所以有时候空间大不代表就一口气能够走完，对吧？空间也很大，当时这里，但是它反弹之后连飘带都站不上，那么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后面再走空间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再大空间有什么用呢？走得这么弱，所以股价下跌每次都无法去有效站上站稳飘带，那么它就还有下跌空间。你以为它可能够低了，它可能还能更低啊，所以当下就只能先看一个反弹走势。您手中的个股如果也是这种格局，那么也是同样的反弹的一个压力位144.288，然后上沿是158.902，如果右侧就是碰到收阴线下跌去做卖出。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一个行情走势一眼过去是不是也一样的呀？在龙门线之下，然后呢这个飘带也向下，它是一个运线上破，跟刚才所讲到的甲骨文是类似的，比甲骨文好一点的是它的空间至少还有，所以目前可以作为买点。然后下沿是433.233，但这个买点会偏晚，因为指数早就有买点了，它才出现，所以比指数要弱一些些。那你要关注了，指数不能走弱。如果它比指数启动的晚，然后指数呢又刚好在它出现买点的时候走弱，那么它这个买点就容易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衰竭点。所以这种时候才出现买点的，你就要关注好指数，最好指数呢维持上行，空间物在压力附近不要走弱。那么有些个股呢，哪怕刚出现买点也能够操作，但只是短线压力位还是先看到这个飘带433.233。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博通。博通呢就还是在龙门线附近以及呢飘带附近产生这种震荡，它在收敛，股价呢往下破完往上破，所以整体还是一个偏震荡的下行结构。突破飘带时呢，就说明它在反弹的意义上，就正常如果是反弹的话，差不多啊，突破飘带已经是个极限值了。突破之后要看一下对于飘带是站稳转为紫色，还是说继续的破飘带只是反弹，所以关注它会不会出现一根阴线破飘带破龙门线。如果有的话，说明这一波反抽是确认了之前的破位是有效的，那么风险就还是比较大。所以这个地方要形成支撑，而后回踩不破，股价后续往上推动转紫色飘带，趋势才会慢慢走好。目前依旧还是黄飘带，依旧呢还一般般，所以我们关注它的回踩动作。目前我们看到左上角这个飘带的数值是328.477和335.631，而后我们再看到MD 呢，就对之前缺口的再次回踩，然后呢有蓝色 K 线反包，所以突破看涨。那么它上方的一个压力离这个飘带呢还有一定距离，231.107有距离，但是它这里有一个缺口，缺口本身也是一个压力位。目前呢到目前啊，它反弹2天还没碰到，所以如果碰缺口收阴下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信号。就如果缺口无法以实体去进行触碰，而是碰到之后就是上影线，或者说就冲高回落，这就说明是一个减仓点啊，至少呢要开始有所减少了。所以这里呢，它和目标位之间还有一个缺口的压力是要去注意的。当下至少从 K 线来看还算强势，所以整体呢就还可以，只是它临近左边的缺口的压力了，即将要被进行一个试探。目前就保持短线看涨，然后在龙门线附近出现了止跌，那么当下的下跌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中期调整结束呢？关注龙门线不要被有效的再次击穿192.371附近。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D 一眼过去是不是也还是一个黄色飘带加上龙门线呢之下，所以整体破位是有效的，在长时间的一个白色 K 线超跌之下出现了一个反包，而后看反弹。所以反弹第一压力还是一个下沿94.777，然后它的一个上沿是107.371，当下能不能碰到呢？阿志觉得还是有一定希望的。整体来讲，这种超跌之后的反弹力度应该不会这么快结束，所以这个动作要注意了，有空间，但是只能说先看看反弹。这种股票就不要一次性投入太多的一个仓位，因为它目前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的一个破位，破位之后反抽确认压力有效，往下应该是还有空间的，所以整体来讲只能说短线的看涨。你从周线上也可以发现，周线上也是对于这一个紫色飘带的有效跌破，是吧？跌破之后反抽不能新高，往下跌破再反抽啊，黄色飘带有效往下加速下跌，所以这一波反弹是吧？你说它已经破坏趋势了，那么这里就只能说看一个周线啊、日线啊，都只是反弹，只是说它这个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啊，究竟是日线的还是周线的，我们就去慢慢的一个跟踪即可。下一只个股呢，再看到
APP 同样也是一个破位了，近期因为市场相对比较弱势的原因，所以很多股票也是出现了破位。不过有些股票呢，可能是比较早之前就提前指出破位的，是吧？像 APP 呢，之前这里就跌破了一个飘带，然后反抽确认了飘带是黄色，并且压力有效，然后继续下跌。好，又反抽，又是一个压力有效又出现下跌。所以当下呢，还是看反弹，白 K 突破，然后反弹空间，黄色飘带作为第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值是487.584作为第一个压力的目标。而我们再看到半导体三倍做多，这只标的它就是属于一个多头的趋势，这个龙门线是向上的，然后飘带呢也是向上的。整体最近就是一个对于飘带的比较大幅的下跌破位，但趋势呢还没有跌破，没有走弱，当下还是一个往上去收回到飘带之上站上去了。这里是一个三小顶结构，第三根阳线呢相对的偏短，所以这里我们要去预反一下它这个向上是反抽还是说是一个反转，趋势继续看涨，关键这个地方的飘带不要被再次的跌破，如果跌破就要预反了，就要注意了，这里可能是个反弹，后续下跌除非是2次不上新低再往上去回归，才有机会走强。在破位之后，如果是一路破左低，那么方向性就确认了，飘带也会转为黄色带，所以当前就最好不要再跌破飘带，跌破之后它走弱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这里不要跌破飘带，而是往上去推进，最好后续能够再创新高，那么趋势就回归正常，那么还是看涨的。当下至少还是一个紫色飘带，守住最新这一根阳线的低点59.29作为一个防守位，不要破，一破最好是减仓，预防它是一个高位反抽后的2次见顶。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当下呢就白色 K 线后的反包突破，做一个超跌反弹。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下跌白色 K 线反包突破，然后呢这是超跌反弹，这次也是一样下跌白色 K 线突破，然后超跌反弹。那么超跌反弹我们就依旧看一下这个飘带的一个压力，价格走势目前的压力位是63.977，离得比较近，加上目前的指数也在关键压力附近，所以整体看一下指数是否走弱，如果指数走弱它下跌的更强，那么这个反弹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对于这种股票呢，你只能说先看看反弹，不能说一口气看太远，必须得要有一次往上突破飘带，它能够站得稳飘带而不是反复的震荡或跌穿这种就比较弱，这种就容易再次的下跌所以这次也是一样的，在出现这种行为之前，我们在这之下看的就是趋势的一个延续，更容易呢还是维持下跌所以每次反弹都只能说看一个反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OKO， 它出现了一个底部信号，然后也有一个前带子反包突破，但它是一个黄色带。对于这种结构呢是有点小心的，因为它目前走的一个结构是有点像是囤积之后要走向下的一个加速。它之前这波下跌跌得太快了，本来是一个有可能构成一个反转的 W 底或者说双重底、三重底的一种格局，被这一波下跌直接给击碎了，整个体结构变得很差，所以目前更像是一个下跌后囤积再往下的一个结构。后续如果指数有一个做空的需要，美股如果有做空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像这种结构的个股呢，往往是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所以只要这一波的反弹它无法站上龙门线，飘带附近受阻回落，那么这一波的回落它是很容易出现加速的行为下跌的，更大的空间所对应的空间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一波。所以这种地方龙门线只要是被跌破并且反抽一旦确认压力有效，那么这种地方是很风险的。目前呢就还保持一个反弹，那么反弹空间还是小心一下，这个80.013是第一个压力位，注意在这个压力位附近会不会产生一些冲高回落收阴线的行为。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 是不是也是黄色带？黄色带，然后我们的一个龙门线也被跌破，所以只要出现了这种破位龙门线，然后反抽确认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说明还有下跌空间。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级别的 OKO 呢是级别更大一点的，这里是日内发生了一个这种囤积的行为，然后加速下跌。当下呢是一个白 K 突破，但是刚突破，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晚发生了一个买点。好，所以注意了，就依旧153.207作为一个压力位。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 只要是黄色带其实是比较弱。当然呢，阿哲其实也有在想找一些紫色带的，但很多股票呢有很多同学都持有，所以阿哲就照常我们依旧跟踪。但一样的，您如果手中的股票阿哲呢没有讲到的，就您只要拿到上海趋势图，您看一眼其实也差不多您就知道是什么状态了。只要它是一个黄色带，那么就知道你的仓位都无法去上太多做多的，就反弹就是一个容易下跌新低，反弹容易下跌新低，所以目前也一样的看反弹，而这个反弹还比较弱，因为它目前还没有白 K 突破的一个买点，就是很多股票都已经开始反弹，都快结束了，它都还没开始，所以这种就比较
晚一点。我们如果要去上一些更多的仓位呢，你尽可能就要等什么呢？等它破飘带回踩是止飘带这种地方，它更容易有比较不错的波段行情。所以我们更好的是找这种机会去上右侧的仓位，现在呢是没有的，所以整体关注压力位 192.705。而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all 位，call 位呢我们有提醒了很多次的一个交易机会了。曾经呢这一次的回踩是不是有一次买点？这一次回踩也有一次买点。那么这一次呢属于破位之后的绝处逢生的一个超跌反弹，所以这个买点呢不太好，或者说它的含义不太好。之前呢都是一个回踩紫色飘带的一个买点，都比较不错，这种是顺势买入。而后最多就做一个短波段高抛，这一次下跌呢是比较强，它直接把之前的这种区间啊，也是比较漂亮的结构给弄得不太好看了，变成了一个震荡格局。所以这一波上涨它得要新高才会把之前这种下跌的一个风险给修复掉啊，给规避掉。但在新高之前，我们要知道是这里又有一个龙门线，又有一些高开低走的长阴线，所以这往上它其实压力呢就比较明显。所以目前虽然还是一个比较强的反弹，2天时间快30个点，这种行情是波动性比较大，只要把握住了这种机会，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小级别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你实际可以用上海趋势图看小级别。之前这种下跌单边跌下来都是黄色飘带，这中途有一个我们说的紫色飘带，但其实也是上涨回调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止跌买点就跌穿了，是吧？只要每次反弹它都无法有效击穿，那么基本上都是有空方的趋势，它只有上涨涨上去飘带回踩不破，是吧？这种就是一些我们之内可以看到的一些机会，这种属于右侧的机会。所以当前的 call 位呢，它不太好的点就是它的上涨推动是不是开始走类似五浪，然后第5个新高呢变短了，所以这里预示着这一波上涨呢，在小级别有可能要往一个龙门线附近去回落。这个力度其实如果你不左侧高抛啊，那么它一个回调，我们预想着它可能是回调，但如果它跌破了呢，那么可能就结束了。所以一般做这种波动比较大的，你已经手中有10几20个点的利润了，你其实是可以短线去高抛，然后等它后续的反馈，它究竟是这里走一个震荡囤积之后再往上走，走到左高后面再遇到压力，我们再把剩下的抛掉，还是说先减仓，等看一下它这里是走一个五浪，然后回踩不破再往上去推动，我们再去附近去加仓，以后的是它走弱跌破反抽，我们再去进行一个偏空的去看。整体我们仓位可以在这里去减一部分，然后去关注回踩之后是有支撑，还是说它只是反弹去破位，我们可以去操作。但这附近呢已经有日内走弱的迹象，所以可以做一些高抛选择。如果去走加速，那龙门线附近再滞涨再卖啊也是可以的。所以整体呢，我们就要关注好飘带的走势、龙门线的走势，还有这个是否有颜色 K 线。只要有颜色 K 线，什么黄 K 啊就是风险，蓝色 K 线啊、白色 K 线啊机会可能反弹。所以大家如果手中呢还没有领取到上海趋势图的，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可以领取我们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体验权限。在近期呢，我们的春节活动当中啊，只要您是认真学习，有提交作业，按时完成我们的一个口令的，那么都可以呢把使用时间延续到2周啊，希望对您也是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美光的反弹也是弱势的，跟谷歌一样啊，这波下跌很多指数都是强势上涨，它呢就做一个运线，小心这里是一个下跌商法，就下跌之后3根阴线再接一根阴线，这根阴线如果是跌破左边阴线的低点，这又是一个下跌商法，说明目前下跌只是刚刚开始在中途，那么后续呢就可能是扩大它的一个下跌空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线上它是不是也有风险信号？那么往下看周线的紫色飘带支撑是314.74，314.74的话，就大概是这附近，这可以作为如果它走一个下跌商法，可能就要到这附近才有止跌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小心它可能走一个下跌商法，再来一根阴线破位，就说明下跌空间还有，所以这个地方要止跌，它得要把运线上破，站稳飘带才行。不过目前来看，机会不是很大，因为它的资金表现。在市场反弹强势时，它也没有太多动作，有可能是有资金在卖出导致的行为。然后我们看到 LMP 的话，走势不太理想，或者说它的反弹力度不太理想。这波反弹到飘带附近要小心，如果这里是反弹飘带走下破，就要注意了，有可能它的图谱和 OKO 一样，可能要失败了。因为如果要强势，这里是一个结构反转，它是不是要怎么走呢？它的结构其实和之前的 OKO 是有点像的，它是不是要有一个颈线位附近的突破，然后回踩，是吧？这里走右侧的加速，或者说再次打开空间。如果这里反弹时黄色飘带就已经形成压力不能过，那么说明资金表现是弱的，有可能有提前出头的一个动作，
可能就不去继续构筑这种底部形态了。那么这种行为呢，就比较风险，所以要注意了，黄色飘带附近不能够出现明显的再破龙门线。龙门线呢是在60.305，这里要撑住，要直接过去站稳，再往上破颈线，那么趋势形成中长线的底部就形成了，这里就可以看一波大波段。否则这种地方呢，只能左侧布局，右侧小心。这里如果收长阴或者说破位，就要赶快注意它的风险性。以上就是2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啊！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